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的专题就是讲贝利沙流了。那我看到有很多玩家都说贝利沙流很垃圾，当然也有一部分玩家觉得他很强，只是大家不知道他强的地方在哪里而已。那首先，身为骑兵玩家的我，其实对贝利的想法在之前就已经有讲过了，但是可能讲得不够详细。所以尽管上次我已经做了影片说明他的技能，但是有部分观众还是在质疑说贝利到底是强还是不强，还有为什么在上次我介绍他的技能的时候有说到比较失望。所以今天就慢慢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贝利沙流的评价这么糟糕。那首先也是大家最关注的 AOE 加天赋的问题，骑兵已经连续2代统帅是没有 AOE 了。上一代的骑兵统帅就是霍去病跟查士丁尼也是没有 AOE。如果我们再往上一代就是贞德跟杰哥，贞德有 AOE， 但是已经有主将可以搭配了，然后杰哥是驻防统帅，不适合用于野战。再往上一代统帅就是贝特朗跟司机，这2个统帅也是一样没有 AOE 的。这个情况也就等于说，骑兵的野战统帅已经有连续4代除了贞德之外是没有 AOE 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的骑兵玩家都还蛮期待这一次的新统帅是有 AOE 的。再加上天赋的问题，因为它是副将嘛，所以必须要搭配一个有 AOE 的主将。目前骑兵的主将太多了，多数都是单体的。以目前我们能够使用的骑兵野战统帅来看，只能搭配贞德或者是项羽。但是如果你们把贞德搭配了贝利之后，那其他的统帅怎么办？他们的副将就没有了。比方说你之前原本是用司机搭配贞德，那你的司机要搭配谁呢？也就等于说你在拆散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后备的副将，比方说你可以搭配炮王啊、李成桂啊、威廉啊都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准备好先。但是你的后备副将可能又有另外一个搭配的，比方说你拿了威廉，那你的霍去病怎么办？当你抢走了李成桂，那你的布迪卡怎么办？这个就是目前尴尬的情况，就是为什么当初我会推荐用项羽搭配贝利的原因之一。像现在有玩家就是用项羽搭配查士丁尼，假设你的查士丁尼是还没有培养的话，就可以考虑用贝利。我还有看到其他玩家推荐威廉搭配贝利这个选项，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的威廉跟贝利这2个副将都已经搭配在一起了，那你其他的骑兵主将要搭配谁？所以我个人是不推荐用威廉搭配贝利的。还有本多忠胜搭配贝利，那其实本身贝利他的主动技能释放速度就已经慢过别人了，你搭配本多忠胜更加慢。为什么现在很少人用辅助统帅了？就是因为现在统帅释放技能的速度太快了，连辅助统帅都来不及辅助。释放第一轮的技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用本多忠胜搭配贝利呢是已经来不及了。不过不排除官方设计贝利的技能呢是为了要拯救项羽，因为他们2个之间的技能契合度其实会比较高一点。不过对我而言，不管官方设计了哪一些新的骑兵统帅也好，搭配项羽都是死路一条的。至于贝利另外一个搭配可能性呢，就是另外一个 MG 统帅。那假设另外一个 MG 统帅并不是驻防，有可能是集结或者是野战的话，其实还可以搭配使用。但是这样又变回去3队骑兵了，你们必须要优先准备好骑兵的装备。接着另外一个问题比较多玩家问到的就是贝利能不能取代威廉。那对我而言，威廉跟贝利2个是不同性质的统帅，不能放在一起做比较。真的是要2个决定胜负的话，我还是觉得威廉是比贝利还要更加重要的。威廉是属于团队辅助正义，有 debuff 效果，可以减少对方的行军速度，对方的技能无法生效。虽然现在大多数玩家都用流车了，但是只有1堆流车而已，其他的统帅还是会受到影响的。还有就是大家强调的贝利的加击数有提升到5的时候，就可以提升12%的所有伤害。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威廉也有造成所有伤害提升10%，而且他的要求更低，只要在领土外，没有要求限制。除了驻防不能使用之外，其他的场合都是可以使用的。威廉跟贝利一样，也是有10%的概率可以造成对方额外的直接伤害500点。不过威廉如果没有觉醒的话，就是300点。甚至威廉不需要觉醒都有所有伤害提升，而且也是一样增加攻击力跟防御力。那贝利比威廉更强的地方有在哪里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所有伤害，威廉是10%，然后贝利是12%，相差一个2%。还有就是直接伤害系数，明显贝利是比威廉还要更高的。还有贝利有技能伤害提升30%，威廉没有。但是你们要记得，威廉是第4代统帅，然后贝利他是第9代统帅。所以你们拿贝利这几个优点来跟威廉做比较呢，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威廉再短也好，也有3公分，但是贝利是完全没有 AOE 的。这个就是我对威廉和贝利之间的看法。再来主动技能控制怒气的问题，那其实我看到有一些玩家就说，其实他这个技能很强啊，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不怎么样？OK， 如果贝利的技能它是设计在主将，也就是说他的天赋不是机动跟通用，
并且他所需的怒气只要800点或者是更少，他设计这个技能才有更大的用途。但现实的情况就是贝利不能做主将，也就是说不管怎样控制别人都好，都是必须要等敌人释放了第一轮的技能之后才可以控制到第二轮的技能。就算你们是用项羽霍去兵搭配也好，也是一样的，都是只能控制到第二轮的技能而已。所以他这个设计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假设这个技能不是设计在主动技能，而是被动技能，比方说贝利进入战斗状态之后3到5秒左右就可以释放这个技能，其实效果会更好。这个情况就跟本多忠胜是差不多的。本多忠胜你说他弱吗？其实他并不弱的，失败的地方就是在怒气需求永远是比别人还要更慢释放技能，而且贝利这个技能不只是慢的问题而已，还有包括 AoE。 正常情况来讲，只要有 AoE 的统帅，他们的技能都会这样子描述，击中的目标就会怎样怎样。那假设说贝利这个技能它是有 AoE， 可能打3个或者是5个目标，并且技能改成只要击中的目标怒气需求就会提升，并且失去怒气，这样子才有用。他现在只能攻击一个目标，只有一个目标会受到这样子的效果而已，其他人不会受到影响了。所以贝利的技能设计，但凡他有 AoE， 至少都可以加强一点主动技能，但可惜的就是他并没有 AoE。 接着培养成本的问题，那因为贝利他的技能关系，所以你们要练贝利呢，要么就觉醒，要么就不练。我只能说官方他们是真的很阴险，他就是特意把最强的部分放在觉醒技能，强制玩家必须要觉醒贝利之后才可以拿到所有伤害提升。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与其是把镜头给贝利，更多是选择其他的统帅。就比方说诸葛亮跟贝利之间你们会选择哪一位，刘彻跟贝利之间会选择哪一位，霍去病跟贝利之间会选择哪一位。所以其实答案很明显的，培养成本的问题确实是不小的。接着贝利有没有驻防的可能性？那其实如果用贝利驻防的话，他第3技能后半段用不到，然后觉醒技能其实也是用不到的，因为他的觉醒技能呢是必须要有加基数才会有所有伤害提升也就是说呢，除非你打的敌人他开集结过来，你们是有围殴集结的话，否则贝利的觉醒技能是不会发生任何的作用。同样的情况也是发生在集结。那集结这边呢，其实有一些玩家跟我反馈说啊，查士丁尼的技能其实不会触发到贝利的技能。那这里呢，我就要反驳那个玩家的说法了。其实这个我在之前做过实验了，因为查士丁尼的主动技能它是有这一段描述，不会进入加急状态，但是贝利的觉醒技能是写到必须要进入加急状态啊，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到的地方。但是会说到不生效的观众呢，应该是没有看过我之前的测试影片啊。之前我就是针对这个技能呢，专门是用了司机还有威廉的技能来做实验。因为威廉的技能也是有说过必须要进入加急状态，为此我还专门去做了测试影片给各位看。其实查士丁尼的加急数是可以影响到威廉的技能，是可以触发到的。所以显然说这个问题的观众是没有专心在看我之前的影片啦。不过当贝利出现的时候，我还是会做多一次测试跟大家验证。那既然可以触发到，那是不是表示说查士丁尼搭配贝利做集结是最好的选择呢？这个是否定的。因为就算查士丁尼可以触发到他的技能也好，也只有3个加急数而已，也就等于说贝利只会提升6%的所有伤害提升，也就等于说如果你用贝利开集结的话，你还是要搭配围殴部队。那与其是这样，为什么我不搭配司机不是更好吗？司机的所有伤害提升10%，而且查士丁尼的加急数还可以触发到司机的破防效果，司机还有技能伤害提升25%加35%，反而贝利的30%技能伤害不是打野外部队的话就不会触发，再加上司机还有3维提升，我就问一下各位，你们到底会选择搭配贝利呢，还是搭配司机更好？至于副将方面，真德是肯定比贝利更好的，所以真德必须要培养。真德也算是目前骑兵少数拥有 AoE 的，如果你们放弃真德的话，你 AoE 都没有了。假设你还没有培养查士丁尼，你可以放弃查士丁尼去培养贝利。但如果是威廉跟贝利之间要选择哪一个，你们就看回我前面所说的，你们到底要选择威廉呢，还是要贝利？假设你们认为我前面所说的威廉的优点都不重要的话，这样你就去培养贝利。那最后的最后，贝利的用途到底在哪里？如果是围殴集结，应该是效果最好的，至少他所有技能都可以用到。还有就是围殴旗帜，因为现在骑兵搭配呢，目前只有司机真德这个队伍是可以围殴旗帜的。霍去病本身机制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围旗帜，所以你们到时候就可以用项羽搭配贝利去围殴旗帜。但是我所说的这2个用途呢，都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水晶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你没有氪金，你没有买水晶科技的情况下，这2个用途对你而言都不是用途。那么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贝利的用途到底在哪里？
当你的部队要攻击同一个目标，追击目标，埃及或奥西里斯联赛用途会比较大。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贝利沙流的问题所在。不过最后还是要看另外一支第9代骑兵设计到怎么样啊。如果还是设计到很糟糕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跳过这一代的骑兵，再等3个月左右看新的步兵设计到怎么样。至于各位观众在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